这婚必须退。你这样的废柴，不配做我道侣。拿着他，滚出宗门！我操，那不是能挡9重雷劫的至宝吗？退婚还附赠这等宝物，林守基这是什么套路？完了，保命的玉佩怎么掉出来了？没包严实。林首席的退婚补偿挺阔绰啊。这玉带当是施舍你的遣散费，滚下山去！那是本座不要的垃圾，赶紧拿着滚！姐姐既然不要，那这男人我接手了。跟我回魔宗，我让你做魔尊。魔宗圣女，你来我正道地盘撒野？我是来收破烂的。这小子细皮嫩肉，带回去做我的炉膛正合适。干得漂亮，快带他走！明天的灭宗死劫他就躲过去了。一个废柴而已，你喜欢随便带走。算你识相，小子，落到我手里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绝不会轻易原谅你。我要把你留在极乐殿，好好跟你清算过往的分歧。困死了，今晚还要背3000字的台词。圣女昨晚没睡好，黑眼圈都快掉地上。闭嘴！这是本尊修炼的摄魂魔功，再多说半个字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丁，宿主成功改变原书灭亡结局，软饭硬吃系统正式绑定。当前双女主好感度已拉满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呵，一滴都不许剩！这就是魔宗的酷刑。废话，这燕窝里加了7749种魔药，喝下去保准你痛不欲生。既然如此，我宁死不屈。你敢不喝，我劈了你！快喝，趁热喝效果才好。要我喝也行，得你喂。剧本里没这句啊！快点把这碗极品灵燕窝给我喝干净，敢剩一滴，我就哭给你看。我就让你哭着求我，吃死你！味道淡了点，下次加点冰糖。你还敢挑三拣四？来人，明天给他加冰糖！明天要把它扔进万蛇窟，不对，万蛇窟改成万花谷。台词是啥来着？我要让你尝尝百花尸骨的滋味。这词怎么这么拗口？谁写的破台词？原来是个笨蛋。清寒，你今日退婚做得很好，斩断尘缘，方成大道。那魔女劫走我宗企图，分明是在打我们正道的脸。区一个废柴，死便死了，不值得大动干戈。正道尊严不容践踏，弟子请命，独闯魔宗，探明虚实。胡闹！魔宗凶险万分，你乃宗门根基，岂可涉险？弟子愿立军令状，若拿不回情报，甘当俘虏，绝不牵连宗门。明天万花谷的戏，我得给自己加点台词，就从装晕开始。滚出来！今天就让你尝尝百花尸骨的滋味。
有劳圣母带路。把这些毒草全给我嚼了，吃不完今天不许走。好狠的手段，这是要绝我的经脉呀！大补，回头得多要点。痛不欲生吧？求我！魔女，你休想让我屈服！糟了，是不是妖性太强了？你先别死，来人，拿护心丹来！不必白费心机了，我就算死，也要死得有骨气。放开他！正道第一天才，你敢单枪匹马闯我魔宗禁地？他受伤了，这死丫头下手没轻没重，魔女受死！我败了。圣女威武，连护体罡气都没出，就震飞了他的兵器。这女人脑子进水了！你搞什么鬼？你们魔宗阵法实在诡异，我耗尽灵力，已无力再战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演技，也就只能骗骗瞎子了。林首席高义，为救在下不惜身陷魔窟，在下铭记于心。闭嘴！我只是顺路刺探情报，谁为了救你，死鸭子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圣女，关进水牢还是火狱？他不是清高吗？把他跟这个废柴关在一起，让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等死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林首席，坐。你就是这样受刑的？魔宗的刑具比较特，这猪果太酸了，确实折磨人。没出息，被人当做炉鼎养着，你很得意吗？总比在宗门里被人退婚当笑话看要强。这小子还记仇了。我退婚是为了宗门名誉，至于落入敌手，那是本座轻敌。哼，明白。首席也是身不由己。你最好别乱跑，这魔女心狠手辣，你跟紧我，我找机会带你杀出去。我一个废柴，只怕拖累首席。废话那么多，我说带你走就带你走。堂堂正道首席，现在落在我手里，滋味如何？要杀便杀，杀你太便宜了。我要摧毁你的道心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在这里给他端茶倒水，做个粗使丫头。我要让你正道的颜面扫地。正好可以贴身护着他。你休想用这种恶毒手段折辱我。喝。有点烫。事儿真多。没吃饭吗？去给他捏肩，捏断他的骨头。左边一点，手法不错，平时没少练吧？再废话，我掐死你！今天这恶毒女配的戏，我演的简直完美。圣女，不好了！山门外来了个拿剑的愣头青，自称顾长风，说是要替天行道，荡平我们魔宗。来活了！就他一个人？就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块破流影石，一路走一路念诗。念诗？把我们魔宗当游山玩水的地方啦！这位少侠好兴致，不如请进来喝杯茶。胡闹！顾长风乃正道近100年最强天才，剑法刚猛，你出去就是送死。长他人志气，我今天就去会会他。你们两个粗使丫头，在后面给我端着茶币跟上。
魔门余孽，今日我顾清风便要替天行道，荡平尔等污浊。哪里来的狂徒，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！这男主的真气好强，我这临时背的功法肯定打不过，得吓退他。婉心要动手，这剑气容易反伤明州，必须提前护住。这愣头精看起来不好惹，我得装得深不可测一点，让他以为我们有埋伏。好恐怖的威压！魔气中藏着极寒的杀机，杀机中又透着超然物外的悲悯。这三人的气息浑然一体，根本不是邪魔外道能有的境界。难道我走错了路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看戏的闲人。你这剑太吵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乃正道亲传，这套浩然剑法怎么会吵？剑是杀人器，不是唱戏版。你这一路走一路念诗，剑刃上的杀气早就散成了一盘散沙。华而不实。他说的对，真正的剑出鞘无声。不可能！我师父说我是百年难遇的剑道奇才。奇才？连我们3个人站在这里的破绽都看不出来，也配叫奇才？破绽？他们站位看似松散，实则气机相连。我只要动一下，就会引来雷霆万钧的绞杀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我引以为傲的剑道，在你们眼里全是破绽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把剑放下，回去多读读书吧。我错了，原来我一直坐井观天。前辈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名字不过是个代号。我们来自天上天，长生阁。长生阁？为何修仙界从未听过？剧本，不修长生，只修剧本，不是，只修红尘。他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长生阁？剧本里没这段啊！原来如此，前辈的一言一行皆是大道真理，是我太愚钝了。晚辈顾长风，愿弃剑从头学起。前辈，长生阁还缺扫地的吗？扫地？我们长生阁的门槛可是很高的。晚辈自知愚钝，愿从最粗鄙的杂役做起，以表求道之心。好大的口气！我们魔宗长生阁的台阶可是用千年寒铁打造的。你这把剑太锋利，留在这里只会坏了长生阁的风水。晚辈懂了，此剑跟了我10年，今日起便交由长生阁保管。给这位少侠一把造纸。拿着，这里的每一节台阶都得扫出清净无为的秘境来。多谢前辈赐教，晚辈定当扫尽心中尘埃。前辈，晚辈扫了10阶，为何总觉得心里还是乱的？因为你还在用看剑的眼光看扫帚。不用看剑的眼光，那用什么？用看废物的眼光。废物！我懂了大道至简。我越是想把它当成神兵利器，就越落了下手。我就是个废物！这竹枝的韧性，这掉落的频率，皆是天地之理。真疯了！你这嘴皮子比我这魔宗的人还要邪门，他好歹是正道第一天才。这就叫以德服人。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魔宗护山阵法失效了，是冲着他来的。
我修的确实是无情道，但我这把剑今天就是要护短。休想动我的人！你们疯了！这可是天雷，都别动！接下来的这出戏，该男主角登场了。丁，检测到原书剧情彻底偏离，拯救反派男主姐姐版子系统触发无敌防御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面临天罚，拯救反派男主妹妹版子系统启动紧急干预。丁，双女主好感度爆表，软饭硬吃系统被动开启绝对领域。姐姐版子系统，妹妹版子系统，软饭硬吃系统。所以，你当初在广场上当众退婚，根本不是为了断绝尘缘，而是为了把我赶出宗门，躲避死劫。你那把折扇上写的理直气壮，全是因为你在吃软饭。等等，所以你们每天都在跟我演戏。我每天熬夜背着破剧本，头发都要掉光了，结果你们俩居然也是演的。你们两个傻丫头，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背台词，真以为能瞒得过我这个唯一的正派导演？你以为我愿意配合？第一天在广场上被劫走，我以为我要被你拿去吸阳气了。我以为你在魔宗受尽折磨，才不惜装成俘虏潜进来的。折磨？他每天躺在万年冰婉寺软榻上，吃的是极品灵药，使唤的是我这个魔宗圣女，你管这叫受尽折磨？你们两个骗子！你也是个骗子，大家都是骗子。那每天逼你喝极品灵药窝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拒绝？送到嘴边的软饭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那可是百年难遇的大补之物。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他急了。急了又怎样？现在我们三个的系统连在一起了，他想劈死我们，得先问问底层的代码同不同意。既然剧本已经被撕碎了，那就按我们自己的规矩来。天罚判定我偏离剧情，那是因为我正在吃软饭。对，他这碗软饭是我硬塞的，要劈也该先劈我这个魔道妖女。你只是个提供软饭的工具，我才是让他躲过灭宗死劫的源头。软饭系统底层逻辑，双女主好感度不降，我便无敌，这叫底层协议锁死。拯救反派子系统底层逻辑，男主不死，我就死不了，这叫生命绑定。我的系统也一样。听懂了吗，贼上天？你想劈死我，就得先劈死他们。但你要劈死他们，就必须先抹杀我。你陷入死循环了。只要他活着，系统判定任务继续，天道就劈不死我们。除非他能凭空创造出第四套逻辑，同时绕开我们三个不同系统的底层代码。他找不到了，他宕机了。那是天道的根目录，就这么飘在天上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东西进去？何止是加东西，既然他死机了，这天地广播台就该换导演了。把你们的系统权限全部借给我。一闪开天，这是传说中的炎楚法髓。前辈连天道都不放在眼里，
这就是长生阁的真正实力，我扫地的力气还是太小了。这是什么法宝？没有灵力关动。这是全幅大喇叭。喂喂喂！全天下的修士都把耳朵竖起来听好！声音太大了，你别把那些老乖乖的耳膜震破了。不用管他们，继续。从今天起，天道规则正式修改，打打杀杀的时代结束了。以后解决恩怨，禁止动用武力。想抢地盘，想争秘籍，全靠推理和逻辑。谁能把对方忽悠瘸，谁就是赢家。强行斗法者，头顶进度条直接清零。这方天地以后更名为全员沉浸式剧本乐园，本导演说了算。前辈，不用武力，那晚辈手里的剑还有何用？你手里的剑以后只能用来切菜。切菜，切断世间虚妄，也是一种修行。晚辈明白了。大新闻！昨天的大新闻，天道被魔宗那几个人强行篡改了，这不合逻辑，凡人怎能接管天道权限？你还讲什么逻辑？没听到全服通告吗？以后谁的逻辑强，谁就是天道。那我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快通知所有分阁，马上开设逻辑辩论补习班，学费翻倍。所以，现在危机解除了，我们还要继续演吗？我是正道首席，待在魔宗不合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天道都被你弟卡死了，你还讲规矩？那我也得有个合理的借口留下。你不是俘虏吗？继续当你的俘虏。好，我是俘虏，给我倒茶。既然不演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直说最好，大家坦诚相见。把这碗极品灵燕窝给我喝干净。不演了还要喝？系统任务还得继续结算呢，快喝！我不喝。都掉马甲了，你还拿这玩意儿灌我？少废话！系统任务写得很清楚，每日投喂不能停。你不喝，雷杰等会儿又批我。喝了吧，这燕窝我查过，没毒，对你这废材体质有好处。这是毒不毒的问题吗？这玩意儿吃多了上火。你一个吃软饭的，还挑食？老朽万象阁铁腿，特来讨教新天道的逻辑。万象阁的杠精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魔宗不定你们的八卦抽刊。天道规则既然改为逻辑辩论，老朽身为修仙界第一评论家，自然要来试试这新规矩的水深水台。老朽要挑战你。挑战我？赌注是什么？老朽若赢了，你这新规则便是个笑话；老朽若输了，万象阁的情报网以后免费借你用。出题，你定下规矩，不准动武，只讲逻辑。可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弱肉强食，你凭什么让猛虎和兔子坐下来讲道理？这本身就不合逻辑。老头，你找茬是不是？猛虎吃兔子是因为它饿，正是此理。但猛虎如果会种田，还会去费劲抓兔子吗？猛虎怎会种田？这就是你思维狭隘了。天道为什么只能打打杀杀？因为以前的天道没给猛虎发锄头，现在我把天道代码改了，猛虎可以靠脑子赚取灵气，兔子可以靠写八卦赚取灵气，大家都有饭吃，为什么要拼命？一派胡言！天生万物，弱肉强食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猛虎生来就有利齿，兔子生来就是血肉。你强行让他们种田，有违天和。亘古不变，以前大家都觉得不用剑不能杀人，我今天一句话不也改了天道吗？谁规定的利齿只能用来咬人？那利齿不用来咬人，还能用来干什么？离地啊！荒唐！用利齿离地，你当猛虎是耕牛吗？你管他什么？他高兴用牙，肯定你咬他啊！
蛮不讲理！魔宗妖女果然粗鄙，辩论当一李夫人，你这般胡搅蛮缠，天道怎会认可？他虽然粗俗了点儿，但话糙理不糙。老头，我问你，修仙图什么？自然是长生久世，得道飞升。长生需要什么？海量灵气。那不就结了？如果用脑子能换来10倍的灵气，谁还会去干填写的糙活？以前打打杀杀是因为没得选，灵气就那么多，只能靠抢。现在只要你能自圆其说，天道就给你发工资。荒谬！灵气守恒，天地资源有限，不争怎么可能都有饭吃？资源有限是以前的设定，他连天道都能篡改，随时可以给天地扩容。姐姐懂我，我修改了底层的刷新机制，现在的灵气是按逻辑严密度分配的，你逻辑越强，获得的灵气越多。老头，你跟我在这里争论了半天，查查你的丹田修为是不是涨了？涨了，老鼠卡了300年的瓶颈松动了，动嘴真的能修仙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道。前辈的话，晚辈一字不落全记下了。滚开！老朽要拜师，老朽也要当座下第一大弟子。放屁！我才是大弟子，讲个先来后到好吗？你一个拿菜刀的莽夫，懂什么是逻辑吗？老朽评论天下大事300年，这大师兄的位子非我莫属。评论天下，连前辈猛虎临地的至高深意都听不懂。前辈分明是在暗示，只有彻底放下往日的骄傲，用最尖锐的利齿去开垦最贫瘠的土壤，方能证得无上大道。你竟能领悟到这等境界？废话，我可是前辈亲传，菜刀在手，斩断虚妄，不服就来辩。变就变，老夫岂会怕你一个毛头小子？按照新规矩，赢得当大师兄。这俩人怎么还在吵着？已经从谁先入门辩论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了。我宗门的人来了。魔宗妖女，交出我宗首席大弟子林清寒。清寒，你堂堂正道魁首，为何被困在魔宗？还有你，叶明舟，你不是被清寒当众退了婚吗？为何你这个弃徒也会在这里？大长老，眼神不好就去治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他被困了？他这是在我魔宗当座上宾呢。长老，我怎么解释？是我为了保护弟弟，故意假装被抓，人设全崩了。大长老，你这就不懂了。清寒这是在下一盘大棋。什么大棋？退婚是为了让我名正言顺地脱离宗门，吸引魔宗的注意力；被抓是为了顺理成章地打入魔宗内部。你们以为他是被俘虏？错，他这叫深入敌营，从内部瓦解魔宗。你们不感谢他的忍辱负重，居然还来兴师问罪。清寒，是这样吗？正是如此。我若不退婚，他怎会落单？他不落单，魔宗怎会抢人？魔宗不抢人，我怎能假装为了救他而潜入极乐殿？对，他可厉害了，天天在冰牢里喝茶，就是为了刺探我魔宗的核心机密。原来如此，清寒，委屈你了。是老夫目光短浅，没看透你的深谋远虑。可如今这天道规矩全变了，天下不能动武，你这卧底还有蛇用？不如跟老夫回宗门去。怎么没用？大长老，你想想，正道魁首潜伏魔宗，兵不血刃，掌握敌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顶级逻辑战。万象阁最新一期头版标题我连夜想好了，就叫论冰山仙子的千层套路，保证卖脱销。好，有理有理呀！哈哈哈哈，给我宗门定1000分。清寒，你继续潜伏，宗门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。有什么情报，随时飞剑传输。我们走。吓死我了！
我刚刚心雷的咚咚响，眼影都快被冷汗冲花了。基本操作，你们俩配合得很完美。丁，新任务下达：当众羞辱正道魁首林清寒，命其为你洗脚。若拒不执行，即刻降下9重雷劫。系统居然要求我接受男主的一个无理要求，展现卧底的忍辱负重。辅佐系统新任务，作为魔宗圣女，狠狠打压正道魁首，还要配合男主的行动。完了，让我当众羞辱林清寒，还让他给我洗脚，这哪是系统任务，这分明是送命题。那个清寒，有屁快放！既然你现在是卧底，做戏就要做全套，外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不然很容易穿帮的。你要我做什么？去，给我打盆洗脚水来。你让我堂堂正道魁首给你洗脚，这要求够无理，更好符合任务标准。可我真想劈了他！让你去你就去，这里是魔宗极乐殿，认清你俘虏的身份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这都是为了保他的命。天道不劈他就要劈我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喜。你这水怎么结冰了？抬脚。惊天大瓜，绝对的惊天大瓜！正道魁首为爱卑微洗脚，明天的头条又着落了！给我滚下来！谁让你进来的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鬼东西？废柴逆袭！我让正道魁首为我折腰！叶宗主，这可是今天早上的爆款，全修仙界都在疯狂传阅。外面已经聚集了3000名修士，都等着听你开坛讲授逻辑大道呢。3000人，他们跑来魔宗干嘛？找死吗？铁嘴道人昨天在店里突破的事早就传开了，现在全天下都知道，跟着叶宗主练嘴皮子能直接长修为，谁还想在深山老林里苦修啊？这牛皮吹得越来越大了，连我自己都快信了。你们这阵仗是要集体造反吗？请叶宗主开坛讲法，传授逻辑大道。师尊，请指点迷津。行，既然你们非要听，那我就随便说2句。以前你们修仙靠的是吸纳天地灵气，这叫物理修仙，效率太低。那现在靠什么？靠逻辑闭环。只要你能证明你比别人强，天道的底层逻辑就会判定你赢，直接把灵气划拨给你。打个比方，你一剑砍过去，那叫匹夫之勇；你凭道理令对手自愿认输服软，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动脑子永远比动手赚得多。妙啊！这便是资源的优化配置，老朽完全懂了。原来如此，我只要在逻辑上击败天下人，我就是真正的天下第一。他们
居然这就信了，这帮人彻底没救了。叶宗主，那如何证明我的逻辑比别人更强？多看点书，少练点剑，剧本写的比别人圆满就行了。别一天到晚只知道打打杀杀，俗气。天道发布新剧本了，它上面写了什么鬼东西？写着：3日之内，魔宗必须发生内乱，魔宗宗主将被顾长风一剑穿心。放屁！谁敢动他？我现在就去把那个拿毛笔的傻子埋了！没有刺客，看他怎么穿心！你们两个小声点儿，别崩了人设，这可是全服直播。天道死劫来了，绝不能让他死在这里。埋了他最省事，趁他现在还在那狂热的做笔记，我一掌拍碎他的天灵盖，这劫就算解了。天道不可逆，你把顾长风埋了，天道就会安排李长风、张长风、王长风来捅我。你能把全天下的人都埋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这副凡人身板，别说一剑，半剑你就灰飞烟灭了。你有什么万全之策？天道是死板的程序，他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。他在意的是能敲定结局的关键举措，懂吗？你要站着让他捅。当然不是，去把顾长风叫来。师尊，您终于肯单独给我布置逻辑课题了。长风，天道刚刚下达了剧本，你要刺杀我。什么？弟子岂敢欺师灭祖？这贼老天分明是嫉妒师尊的逻辑大道，弟子这就去把他骂得狗血狼头！站住，动动脑子。天道让你用剑刺穿我的心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写一篇长达10万字的论述，逐条证明师尊的逻辑存在破绽。我要用字字泣血的雄辩，让他哑口无言，让他痛心疾首，这便是逻辑上的一剑穿心。这算哪门子一剑穿心？你写10万字废话就能把他写死啊？闭嘴！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完美。长风，你的笔锋就是你的剑锋，你的文字就是你的剑意。去写吧，为师站在这里，等着你的致命一击。弟子定不辱使命，绝不让师尊失望。不好，叶宗主，天道不认这种刺杀，他必须看到物理层面的流血，那红雷下一次就会劈在你的头顶了。这破林子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看你被蛇咬死？前辈放心，晚辈这就把这片毒林全砍了，给圣女和前辈腾出悟道之地。砍树这种粗活也配在人前显眼，连根拔了，别留树中碍我的眼。都停下，这瘴气有意思，带点甜味。完了，他吸入毒气了，我带的解毒丹呢？你是不是傻？这可是我魔宗新研制的散魂香，赶紧把这个黑泥丸吞了，免得你死太快，我没得玩。他在看你，他觉得你长得下饭。区区长虫，竟敢觊觎前辈的无上真理，晚辈这就去把他炖了，给前辈加餐。躲开，那毒液沾上就化成血水。退下。我没让他躲，我是怕这毒液溅到我刚买的裙子上。我只是嫌这味道太臭，脏了我的空气。前辈们用心良苦，这是在用实战教导晚辈冰火相融的无上防御阵法。少废话，砍他的7寸，那里的鳞片最软，顺便把胆掏出来。遵命。不可
可能？天命之子竟然用一把破厨房刀去砍9毒阴灵蟒，这完全违背了修仙界的法则。道长，快看，那刀刃上竟然出现了神秘的胶痕，难道是昨晚那盘排骨的神力？那叫火候，懂不懂？他把吃进去的暗火转化为了内力。前辈说的对，晚辈体内的九幽玄火正在燃烧。见鬼了！我的毒药残渣还能这么用？这小子的脑补能力比天道还邪蛮。他要跑了，我的剑穗还没拿到。跑了，我的泡酒材料去哪儿找？你给我把他拦住！长风，收尾。晚辈领命。B 检测到9毒阴灵蟒已死亡，炮灰死结已解除。这就完事了。天道的漏洞也太好钻了。这蛇胆颜色太暗，品相不行。长风，你自己留着补补身子。前辈，这可是极品灵药，晚辈何德何能？修道之人不拘泥于外物，你今天表现不错，当得起这份机缘。前辈恩同改造，晚辈定当粉身碎骨，以报前辈授业之恩。真恶心，赶紧擦擦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魔宗欺负傻子。既然这畜生死了，戏也看完了，回去。哼，魔宗的东西也敢吃，不怕烂穿肠子。吃我这颗断肠散，死得痛快些。这俩败家娘们儿，血毒丹当糖度放，太补了，我怕流鼻血。长风，你先替我试试毒。晚辈遵命。前辈这是在考验晚辈的抗毒之躯。你这头蠢驴，那是给他受刑用的。多谢圣女赐行，晚辈感觉体内真气澎湃，大道之门又开了一线。大新闻！9毒阴灵蟒出现了！万象秘境的外围怎么会有顶级凶兽？这不合规矩，绝不可能有这种级别的妖兽，有人暗箱操作。系统搞的鬼，当然不合规矩。拔剑！我要上前制衡这妖兽。我的爆裂阵盘呢？牵制住它！这妖兽鳞片不错，正好给我做个剑穗。若是有人想要，我们各凭本事争取。你那破剑配得上这种鳞片？这蛇胆我要拿去泡酒，喝死这个废柴！一条长虫而已，也值得你们争来抢去。长风，晚辈在。等等，这不合逻辑。你们3个明明没有动手，为什么那条蛇就这么死了？道长，这叫运筹帷幄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铁嘴道长，逻辑是活人定的，这畜生不懂规矩，自然活不长。你觉得呢？你们这是在逆天而行！逆天？这天要是敢掉下来，我就拿它当被子盖。废话太多，拔舌头还是剁手，你自己选。前辈，汤熬好了。晚辈用了3味真火，把那墨绿蛇胆和昨晚的黑炭排骨完美为一体了。你瞎眼了吗？这锅里冒着绿光，咕嘟咕嘟冒着黑泡，你管这叫汤？这明明是本圣女的炼毒汞。圣女教训的是，这毒功正是考验晚辈道心的无上熔炉。一锅泔水，这也配端上头面？加点极寒断肠草，免得这废柴喝下去死得不够透。万年冰山洗髓草，他疯了！这玩意儿一根能买下半个魔宗，他给这废柴下这么重的血腥。断肠草算什么？尝尝我魔宗的九幽销魂散，保证他喝完七窍流血，尸骨无存。九阳烈锁红莲粉，他想直接帮他打通任督二脉。魔宗现在这么有钱了，这俩败家娘们儿，一锅汤里的药材加起来能把天捅个窟窿，这哪是喝汤，这是喝核弹。火候过了，这汤里的杀气太重，不适合我这种心慈手软的读书人。你敢不喝？我辛辛苦苦配的毒药，你敢浪费一滴试试？不喝就滚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我是怕我喝了，这天地灵气失衡。长风，你不是刚开了大道之门吗？这汤归你了。前辈，
这等夺天地造化的大机缘，晚辈怎敢独享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。这锅汤就是你的劫，渡过去化龙，渡不过去化灰。前辈厚恩，晚辈万死难报。今日就算长川渡烂，晚辈也要把这锅大道真理咽下去。完了完了，那么猛的药力，这傻子会爆体的，到时候天道算谁的？撑住，连这点药力都扛不住，怎么替他挡刀？大新闻！天命之子被迫服下魔宗与正道混合奇毒，当场变异。荒谬！那种剂量的毒药，就算是元婴期大能，也得当场暴毙。他为什么还没死？快退！他要炸了！拔剑！慌什么？这是破解。晚辈误了，冰火同源，生死一念。前辈赐下的这锅毒汤，实则是替晚辈洗筋伐骨的无上仙酿。这傻子还真没死，因祸得福了。算他命大，不过是一点残羹残膳，也值得大呼小叫。收敛气息，你现在就像个到处乱窜的大火把。晚辈遵命。这违背了常理，剧毒怎么可能变成补药？天理何在？逻辑何在？道长，你还在？要不你也来一口锅底的残渣？绝世机缘，前辈赐毒岂能人赐福？万象阁明日头版有了！这鬼天气，怎么说变就变？天罚狱警，我们刚才给他加戏加的太过火，天道系统察觉到逻辑漏洞了。只是警告，还没到降下死结的地步，得赶紧把剧情圆回来。这雷声吵得我头疼，今天没弄死你，算你走运，明天再收拾你。既然清寒都这么说了，晚星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毕竟你那毒药配得太失败了。你敢嘲笑本圣女？你给我等着，明天我一定配出更毒的。警告：当前剧情偏离度达到危险允制，天道监察程序已启动。这就急了，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前辈，晚辈刚刚突破，这天度雷劫便迫不及待的降临了，这一定是对晚辈无上大道的终极考验。考你个头！那是天道发现我这个炮灰不仅没死，还把你这个原主角的剧情搞乱了，打算直接物理大扫除。天道不容逆端，你这废材命数已尽，连天都要收你。这劫雷的强度不对，天道动真格的了，他绝对扛不住，得赶在雷劈下来之前，强行用剑阵护住他。既然天要亡你，我便替天行道，亲手斩了你，免得脏了这片土地。滚开！凭什么你来替天行道？这废物是我魔宗的猎物，天道要劈他，本圣女就偏要用魔阵把他炼化成傀儡，连天道的份儿一块抢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最高级别的天罚，系统救命啊！这魔气互动顶不顶得住啊？他要是死了，我也得跟着完蛋。警告：剧情偏差度达到临界点，天道抹杀程序将在3秒后执行。这两个蠢女人，天道要的是原书剧情的合理性，你们越护我，天道越觉得剧情崩溃。都住手！这雷劈的不是我。长风，你觉得你配这天妒之劫吗？晚辈愚钝，虽得前辈赐予毒汤洗净法俗，但自认根基尚浅，还不足以引动如此天罚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这劫云是我特制向天借来给你加的一道试卷。你以为喝了那锅汤，开了大道之门，就能天下无敌了？天真！没有经过9重雷劫洗礼的身体，
不过是装满灵力的纸灯笼。这雷是我替你招来的素体神雷。他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那明明是抹杀异端的天罚，这借口也太离谱了。强词夺理，但天道系统最认死理。如果能把逻辑绕回男主历练的剧情线上，前辈用心良苦，原来这一切都在前辈的算计之中。晚辈还以为自己资质逆天引来了天劫，差点滋生骄妄之心。前辈这是在用雷劫敲打晚辈的道心啊！来吧，让晚辈看看前辈借来的天雷到底有几分威力。剧情逻辑重新就算中，结算完毕。炮灰角色反向刺激男主成长，符合原书男主历练曲线，危险阈值解除。前辈，这雷怎么散了？你连我的试卷都没看懂，还想答题？晚辈不解，求前辈赐教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你刚才毫无惧色，道心圆满，这雷劫自然就散了。真正的天罚不在天上，在你心里。天雷只是表象，考验你的无畏之心才是本质。雷在心中，无畏即散，高，太高了！晚辈竟然妄图用肉身去抗衡心魔，简直愚不可离。前辈这一手无中生有，彻底点醒了晚辈。歪理邪说，也就是骗骗这种没脑子的蠢货。天道居然真被他忽悠过去了，这只差半寸的绝杀局，硬是让他用一张嘴给翻了盘。扫兴！本神女还以为能炼化出个极品傀儡，结果这雷声大雨点小。算了，睡觉。吓死老娘了！刚才腿都软了，这剧本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明天我得加紧多背几段台词保命。天道程序的底层逻辑已经被摸透了，只要一切行为能圆到给男主送经验值这条主线上，就能钻无尽的空子。不过这俩傻丫头的反应速度倒是越来越快了，这护盾开得毫无痕迹。绝世猛料！太虚前辈一语喝退天度雷劫，连天道都得给他几分薄面，这分明是哪是炮灰，这分明是言出法随的在世真仙。明天万象阁的头版标题就叫天命之子的极限试炼，论道心与天罚的辩证关系。别把我写得太夸张，我不喜欢出风头。明白。前辈低调的作风晚辈懂，晚辈保证写得极其含蓄，绝对只字不提您强行命令天道散去雷云的无敌风范。你管这叫极其含蓄？你听听这写的是人话吗？太虚前辈端坐古树之下，折扇轻摇，区区天雷不攻自破，其实力之深不可测，当居修仙界乾隆榜第一。第一，这白小生办事也太不靠谱了。你也觉得太夸张了是吧？雷劈下来的时候你连个盾都没有，要不是本少女刚巧在附近布阵，你连灰都不剩了。我是说，我这种级别怎么也得单开一个榜单吧？乾隆榜太掉价了。我掐死你！荒唐，满纸荒唐言。修仙界何时出了这种只靠嘴皮子就能退天劫的邪门歪道？万象阁的笔杆子算是彻底废了。这报纸要是传回宗门，那些老顽固肯定要派人来查探虚实，到时候他拿什么挡？这可怎么办？林大侠若是看不惯，大可一剑劈了万象阁的总部。我的剑不斩蝼蚁。哟，正道楷模就是大气。那这只蝼蚁刚才还在营地外头转悠，你怎么不拔剑？魔道妖女，你懂什么叫克制？我只懂什么叫杀人灭口。前辈，晚辈悟了。你又悟出什么了？晚辈看了这份战报，再结合昨晚前辈的教诲，终于参透了前辈的深意。雷在心中，无畏即散。
前辈这是在暗示晚辈，真正的机缘不在外界，而在最凶险的死局之中。我没暗示。藏古深渊，剧本上写那里有9阶魔兽出没，去那里送死吗？胡闹！以他现在的修为，靠近深渊10里就会被煞气撕碎，绝对不能让他去。前辈无需多言，晚辈已经查明，往东300里便是修仙界3大绝地之一的藏古深渊，那里煞气冲天，常人触之即死，正是魔力无畏之心的绝佳战场。晚辈决定去什么藏古深渊？本圣女还没玩够这个废物呢，没空陪你疯。藏古深渊乃天下大凶之地，你若想寻死，大可自己去，别拉着无关之人垫背。两位姑娘此言差矣。前辈何等通天彻底的修为，区区煞气怎能伤他分毫？前辈去那里，就如同闲庭信步。长风啊，晚辈在。藏古深渊这种地方，狗都不去。晚辈明白，前辈是想说，大道至简，无需刻意追求险境，真正的修行在日常点滴之中。我的意思是，那里环境太差，睡不好觉。高，太高了！视绝地为后花园，这等睡梦中皆是修行的境界，晚辈望尘莫及。唉，这傻叉再这么脑补下去，迟早要把我们全坑死。爹，不能破坏天道系统的逻辑。既然你觉得那是试炼，那你自己去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不可，晚辈还需要前辈时刻提点。喂，你脑子有坑吧？他都说了不去，你还死皮赖脸缠着。魔道妖女，你懂什么？前辈的每一个决定都有深细，前辈不去，定是因为时机未到。确实时机未到。哦，你倒说说，何时才是时机？等你们给我弄来100斤极品紫金炭，外加一套1000年天丸丝织成的软榻。深渊太冷，没这些东西，我怕冻着。极品紫金炭，1000年天三丝，这可是魔宗宝库里压箱底的宝贝，他怎么知道的？紫金炭可驱散一切邪祟煞气，天三丝能抵御9阶物理攻击。他这是在借机索要保命之物，他难道真打算去？不过这紫金炭和天蚕丝极其罕见，晚辈一人之力恐怕耗时良久。还请两位姑娘看在前辈的面子上，协助晚辈一同寻找。凭什么？本圣女凭什么给他找软榻？这配吗？那就别找了，我们就耗在这。刚好昨天的灵燕窝挺好吃的，今天再炖一锅。本圣女这就传讯回宗门，给你拿，撑死你个废物！多谢两位姑娘，晚辈这就去南边的密室碰碰运气。前辈，3日内，晚辈必定将紫金炭双手奉上。就这么把他支走了？不然呢？真跟着他去送死？算你识相。你要是真敢去，本圣女第一个把你大卸8块。别废话，早饭呢？吃，就知道吃，迟早毒死你！万象阁的报纸传遍天下，你现在的名头太盛，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。那林大侠保护我。做梦！木秀于林确实容易被风吹断，但如果这棵树本身就是用钢铁浇筑的呢？天道啊天道，这出戏越来越好看。这就是第一案的死者。这群饭桶手下，让他们连夜准备个 NPC， 就给我拿后厨的菜刀对付。看什么看？这就是死者！荒谬！老夫走南闯北60载，从未见过用菜刀杀人的修仙者，更何况这刀刃卷边，刀背生锈，连块豆腐都切不平稳。铁嘴前辈说的在理，这死状实在有些草率，连血迹都透着一股廉价感。一派胡言！这把菜刀大巧不工，看似普通，实则蕴含着劈开天地的霸道真意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只看到表面的铁锈，却看不透这刀锋上残留的无上剑意。剑意，这明明是剁骨头留下的豁口。我刚才打喷嚏了，这根本不是死人。
你们用活人糊弄大家，这是对天道试炼的亵渎。老夫要亲自验他的脉搏。你懂什么叫薛定谔的尸体吗？薛什么？死者并未完全死去，而是被凶手用极其高明的点穴手法锁住了生机，硬生生留着最后一口气。这叫活体证物。活体证物？那他为什么还要打喷嚏？这毒瘴灵湿气重，尸体受了风寒，打个喷嚏很合规矩。快记下来！极寒建议保鲜尸体，死者临终前甚至会晚喷嚏。大家注意看这把刀的插入角度，自下而上，倾斜3分，说明凶手是一个极其讲究排场，且右手经常拿着某件长条状重物的人。长条状重物，剑。老夫看未必，天下用剑的人那么多，这算什么线索？在场的剑修没有1000也有800。不仅如此，凶手在作案时还散发着一股极其强烈的纸墨香气。在这个秘境里，随身带着纸墨的人就是最大嫌疑人。你疯了！你这是在指认你自己啊！天道会立刻降下雷劫劈死你的！师尊，我懂了，凶手就是你！荒天下之大妙，自己指认自己，这是贼喊捉贼，天道必降天罚。错，大错特错！师尊是在教我们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他亲手布置了这个局，亲自留下最明显的破绽，就是为了考验我们敢不敢怀疑权威，敢不敢打破思维的枷锁。这根本不是一桩普通的谋杀，这是一场传道授业的终极试炼。长风，你的逻辑终于入门了。绝世神局，凶手竟是受害者本人，逻辑闭环完美无瑕。这也能得分？老夫不服，下一案老夫定要拔得头筹。到点了，我下班了。地太凉了，下次加钱。